乌军空袭俄罗斯4大空军基地，40余架战机起火。莫斯科战火蔓延，军工厂频爆炸，油库起火。俄铁路遭重创，3座铁路桥接连垮塌，莫斯科交通命脉受阻。乌军东线反击，收复库皮扬斯克森林区，战机猛轰俄军后勤基地。远东震撼，乌特工突袭海参崴，或创最远打击记录。乌克兰大规模空袭库尔斯克火车站，俄军基地中弹爆炸不断。F-16连入北约指挥系统，乌军无人艇击落俄机，武装自主化激增35倍。塞尔维亚竟成乌最大弹药供应国，俄军4000坦克损毁。乌军空袭莫斯科导弹工厂，俄方最大的芯片基地被击中。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冷战情势，请大家先为我们的节目点赞、留言，谢谢大家。战火延烧至俄后方，乌克兰6月1日突然对俄罗斯境内4大空军基地展开大规模袭击，疑似使用全新战术，至少造成40余架战机起火，多个机场陷入火海。据诺尔报告披露，首轮打击发生在俄罗斯摩尔曼斯克州的奥列尼亚空军基地，现场画面震撼，乌军无人机径直撞向停放的图95战略轰炸机，引发连续爆炸和熊熊烈火，黑烟冲天。最具颠覆性的是，这次攻击并非从乌境发射，而是乌军渗透至俄境内部，利用伪装卡车进行发射与自爆，完全绕开俄军防空系统，留下的几乎没有可识别痕迹。爆炸过后，整排战略轰炸机化为焦土。据初步估计，超过40架不同类型的俄军战机遭到不同程度毁损，包括多架图95、图160等战略机型。而这些飞机此前正是用于对乌发动远程巡航导弹攻击的核心装备。更惊人的是，距离乌克兰近5000公里的伊尔库茨克空军基地也未能幸免。有俄媒称，2架图160轰炸机被直接摧毁，爆炸震动全场。同一时间，别拉亚与迪亚吉列沃机场也传出类似爆炸与黑烟，并发现多辆可疑的无人机发射卡车，初步判断为乌军同步行动的成果。目前，俄罗斯官方尚未正式回应，但多家克里姆林宫亲近媒体已确认，俄高层正在紧急召开闭门会议，评估损失。乌军此次采用渗透式发射与自爆混合战术，已成功绕开俄罗斯纵深防空系统，对后勤、空军打击产生直接战略震荡。未来几天，更多细节预计将陆续曝光，我们将持续追踪解析。就在前线激战正酣之际，莫斯科本土再次陷入火海。据开源情报防御者报道，当地时间5月31日，位于莫斯科近郊的克拉斯诺戈尔斯克市突发大火，一座名为科列斯尼克的橡胶制品工厂率先燃起熊熊大火，并引发连锁爆炸。火势迅速蔓延至周边多个厂房，浓烟翻滚，远在市区都能看到黑云压顶。据当地的公开信息显示，科列斯尼克是一家生产橡胶制品的企业，但也有消息称它还为俄军提供后勤物资。此举让外界怀疑是否遭到了乌方针对性打击。目前俄方尚未作出回应，详细的损失有待后续披露，但从起火爆炸的程度看，破坏不会太小，至少有3个仓库都被大火吞没。与此同时，莫斯科北部沃洛格达油库也传出火情，火势覆盖面积超1500平方米，原因尚未明确，疑似无人机突袭所致。更具标志性的是，俄军重要武器研发基地图拉州 Splov 军工厂再次遭到打击。5月以来，这已是第3次爆炸袭击。现场视频显示 ，Splov 工厂正闪烁出耀眼的火光，目击者则在爆炸后四散奔逃。Splov 工厂以生产火箭弹和导弹系统著称，刚刚在5月底被莫斯科授予突出贡献奖章。乌军无人机却几天后直接打脸式反击，致使工厂运作被迫终止。近日，俄罗斯境内接连发生3起铁路桥坍塌事件，连环冲击重要交通枢纽，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最令人震惊的一起事故发生在5月30日左右，
地点位于俄罗斯西部边境的布良斯克地区。一座铁路桥在车辆通行时突然垮塌，不仅砸中了正通过桥下的一列客运列车，还造成严重人员伤亡，4人死亡，44人受伤。更具敏感性的是，这列列车正运行在莫斯科通往布良斯克的交通要道上，终点是靠近乌克兰边境的克利莫沃市。事故的地理与战略位置立刻引起了外界的警觉。据德媒图片报道，事发地位于 A240 高速公路方向的维戈尼奇地区，而现场部分俄罗斯媒体声称，至少有4个爆炸装置被安置在轨道上，这或许是一起蓄意破坏行动。袭击者身份目前仍不明，但外界普遍猜测与乌克兰方面有关。然而，这并不是孤立事件。同一天，在与布良斯克接壤的库尔斯克地区，又一座铁路桥发生坍塌。此次事故涉及2辆列车，其中一列为货运列车，大量物资洒落轨道周围，一辆柴油机车当场起火，司机重伤。爆炸声和火光震惊周边区域，进一步加剧了俄罗斯民众的不安。紧接着，在5月31日晚，俄军的一列后勤燃料列车在南部的扎波罗热克里米亚线路上遭遇打击。当这辆列车途经亚基米夫卡市附近时，突遭袭击，引发剧烈爆炸，火光冲天，滚滚浓烟笼罩远郊天际。前线视频画面显示，这次袭击对俄军的后勤补给系统造成了重大打击。列车运输的大量燃料与物资被烧毁，连同桥梁一起陷入烈焰之中。这也是48小时内俄罗斯铁路系统遭遇的第3次毁灭性袭击。专家指出，这一系列袭击行动几乎是精准打击，疑似乌克兰方面为阻止俄军推进和补给而实施的新一轮深度打击战略。乌克兰方面也并未否认其对俄境内目标的持续打击。乌军总司令瑟尔斯基近日在报告中坦言，俄军正在加强对扎波罗热方向的军事压制，乌军在前线面临巨大压力。与此同时，在乌克兰北部的苏梅与哈尔科夫等地，俄罗斯方面也在持续发起攻击。不久前，一架俄军无人机精准打击了一辆运送面包的汽车，造成严重破坏，引发广泛谴责。目前，俄乌双方的战事已全面升级，乌克兰对俄罗斯后方的打击也一直没有停止。东线战火重燃，乌克兰军队近日在哈尔科夫地区库皮扬斯克展开猛烈反击，并成功夺回了一片关键森林区。与此同时，乌空军也对俄战区的后勤基地发动了精准空袭，多地传出爆炸巨响，战事一触即发。据 RBC 新闻报道，当地时间5月30日前后，乌克兰联合俄罗斯的反对军志愿兵团 RDK 突袭库皮扬斯克森林地带。现场视频显示，乌军在装甲车辆支援下迅速推进 ，RDK 从两翼进行火力压制，目标直指俄军在森林中的隐蔽掩体和碉堡。从战况地图来看，乌方目前已控制该森林区域，这不仅是一次战术胜利，更对俄军在东线的推进构成直接威胁。俄军方面目前尚未作出回应，具体战况仍待进一步确认。但可以确定的是，近期库皮扬斯克一带战斗愈发激烈，东部战线整体进入高强度对抗阶段。值得注意的是，乌军并不孤单，除 RDK 外，另外2支俄反对派部队自由军团与西伯利亚营仍在俄边境活动频繁，与乌军形成战略呼应，向俄方制造持续压力。战斗不止发生在地面，在顿涅茨克俄战区，乌空军派出一架米格29战斗机发动惊人一击，2枚250公斤 AISM 制导炸弹呼啸而下，准确命中俄军后勤基地，瞬间引发连续爆炸。滚滚浓烟化作蘑菇云升腾至高空，战场宛如烈焰炼狱。此次空袭表明，乌军正日益依赖空中优势，集中打击俄军后勤系统，以削弱其整体攻势部署能力。紧接着，俄罗斯伊库尔茨克地区的一个机库也突发大火，烈焰冲天，火势迅猛蔓延。据初步估算，火灾吞噬了超过2000平方米的面积，仓库内部储存的大量军事装备几乎全部被焚毁。远在市郊的居民也能清晰看到高高升起的火球与黑烟，在夜空中格外刺眼。与此同时，在欧洲战线上，乌克兰正获得更先进的技术支持。
德国宣布对交付乌克兰的海王直升机进行现代化升级，重点是为其配备更新式导弹系统，提升作战能力。英国此前已提供数架海王哈尔5直升机，目前这些机体已投入实战，用于海上雷达搜索与导弹监控任务。改装后的海王将进一步强化乌军在海域与岸防作战中的侦察与打击能力。就在外界聚焦东线战局时，乌克兰却突然向俄罗斯腹地出手。这次的目标竟然是远东重镇海参崴。据开源情报防御者报道，5月31日凌晨，乌克兰情报总局特工悄然潜入俄罗斯远东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对第47空想营基地发动2次爆炸袭击。爆炸分别发生在检查站和指挥部周边，引发巨大响声。据目击者称，现场火光冲天，远郊都能看见高耸火球，至少有10辆救护车与1架直升机前往救援，多辆乌拉尔军车正在紧急转运受损装备，区域一度被封锁。尽管俄方尚未正式回应，但从当前信息判断，这可能是乌克兰有史以来最远距离的袭击行动。海参崴距乌克兰边境约7000公里，几乎横跨整个俄罗斯。更早前，俄远东阿穆尔州一座弹药库也突发爆炸。如今看来，很可能是乌特工的联合行动。若消息属实，这标志着乌情报行动已全面渗透俄罗斯本土，且范围正在急剧扩大。策划此次远东袭击的正是乌克兰情报总局局长布达诺夫，他近年来主导多起跨境行动，令俄方防不胜防。波兰总统杜达近日亲自向他授予金质军官10字勋章，这是波兰授予外国军官的最高荣誉。同时，情报总局副局长瓦迪姆·斯基比茨基也获颁骑士10字勋章。国际社会对乌情报系统的效率和战斗力表示高度认可。乌克兰近日再次对俄罗斯本土展开猛烈空袭，这一次目标直指战略重地库尔斯克。据诺尔报告披露，当地时间5月30日前后，乌军对库尔斯克市的利戈夫区域发动了由火炮与无人机联合执行的精准打击，火力覆盖范围直达火车站与其旁边的俄军驻地。现场视频触目惊心，熊熊大火吞噬整个车站，接连不断的爆炸声在夜空中轰鸣作响。从乌克兰边境远眺，火光如昼。NASA 发布的卫星图像也证实，俄军弹药库极有可能被击中，引发大规模连锁爆炸。俄方至今未做出公开回应，这已是乌军2天内对库尔斯克发起的第2轮猛攻。就在前一天，乌军使用海马斯导弹对科列涅沃的俄军永久基地发动打击，造成更广泛火灾。分析指出，此举意在牵制俄军对苏梅与哈尔科夫地区的持续进攻。与此同时，俄方依然对乌东施加高压。苏梅州一检查站日前遭俄军柳叶刀51巡飞弹精确打击，建筑被夷为平地，奇迹般的内部人员仅受轻伤。而在哈尔科夫，俄罗斯导弹昨夜击中了无轨电车总站，摧毁电车1辆，重创18辆，并波及30余栋住宅楼，至少造成8人受伤。斯拉维扬斯克居民区也在凌晨3点遭空袭 ，FAB-250航空炸弹疑似为元凶。空袭警报虽提前响起，但仍有2人受伤住院。俄方坚持否认袭击民用设施，但前线与后方已难分敌我，冲突正全方位升级。乌克兰方面誓言，更多无人机与导弹正蓄势待发，下一波袭击可能随时降临俄境。乌克兰空军获得重大技术突破。F-16战机正式接入北约军事网络，战场协同能力大幅增强。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5月30日，乌克兰与北约签署了 CSI 系统界面协议，允许其战机连接北约专属军用 Wi-Fi 系统。这一举措使得 F-16幻影2000战机及爱国者防空系统可实现信息互通，并与瑞典 ASC-890预警机联合行动。这一变革不仅提高了乌军空中态势感知，还将战场控制能力提升到新高度，象征乌克兰与北约关系更进一步。与此同时，黑海战线上也传来捷报，乌克兰无人艇携带 R-73空空导弹
成功击落俄军大型喷气式无人机，此类战果已非首次。此前，乌军无人艇已击毁2架苏30。更令人关注的是，乌克兰国产武器生产正急速上升。副外长西比哈表示，当前乌军装备中已有40%为国产，自开战以来，军工产量暴增35倍，尤其在无人机领域已位居世界前列。乌总司令瑟尔斯基宣布，仅5月1个月内，乌军使用无人机击毁俄方8.9万个目标，展现出无人化战争模式的惊人效率。乌克兰还展示了本土制造的装甲车 UAT-TISA， 已交付前线部队，未来将成为战场上的重要突击力量。而在战略层面，欧盟外长卡拉斯证实将在黑海设立安全中心，并联合土耳其、亚美尼亚、亚塞拜然实施区域反制，直指俄罗斯在黑海的行动。在俄乌战争持续焦灼之际，一则突发消息震惊了国际社会。原本被视为中立的塞尔维亚，竟然悄然成为乌克兰最大的弹药供应国之一。据莫斯科时报披露，塞尔维亚不仅向乌克兰提供了超过10万枚炮弹，还交付了超过100万发小型弹药。更令人瞩目的是，这一情报源自俄罗斯对外情报局 SVR， 据其数据，至少有7家塞尔维亚军工企业参与其中。数据显示，自2022年以来，塞尔维亚向乌克兰出口的武器总额已高达9亿欧元。这不仅使其跻身乌克兰最重要的武器供应国行列，也在地缘政治上投下了重磅炸弹。面对舆论风暴，塞尔维亚总统亚历山大·武契奇被迫回应，部分承认弹药流入乌克兰的事实，但他坚称这些武器并非政府授权出口，而是由塞尔维亚私人公司通过第三国中转售出。他强调，贝尔格莱德并未参与捷克牵头的炮弹协议，也从未正式批准任何向乌克兰的军售。炮弹协议是2024年捷克发起的军事采购计划，意在从全球采购100万枚炮弹支援乌克兰。当时即有传闻称塞尔维亚暗中参与，如今看来并非空穴来风。尽管武契奇表示将制止这一出口流程，但事件带来的震动已无法回避。尤其在俄罗斯情报部门亲自揭露此事后，更显耐人寻味。莫斯科方面目前尚未正面回应，但外界普遍认为，塞尔维亚原本试图在欧盟与俄罗斯之间保持的微妙平衡，已被这一事件彻底打破。长期以来，塞尔维亚一直试图融入欧盟，却又不愿疏远传统盟友俄罗斯。今年早些时候，武契奇不惜绕行3000公里前往莫斯科，出席胜利日阅兵典礼。此举被广泛视作对克里姆林宫的示好，但也正是在那之后，塞尔维亚的欧洲之路愈发坎坷。显然，这个曾力图在大国夹缝中求存的国家，正在面临选边站队的历史节点。随着乌军不断获得外援补给，俄军在前线的损失也愈发惨重。数据显示，截至目前，俄罗斯已损失超过4000辆坦克，其中2946辆被击毁，158辆受损，392辆被遗弃，更有533辆被乌军俘获。面对装备短缺，俄军甚至开始使用改装后的民用车辆应对前线作战，战场态势令人堪忧。近日，乌克兰对莫斯科展开第7轮大规模无人机空袭，目标直指俄罗斯高科技核心。消息称，俄罗斯最大的芯片基地遇袭燃烧。开源情报防御者报道，当地时间5月28日夜间，乌军向莫斯科西北的泽列诺格勒发射了数十架无人机，当地的埃尔马科技园成为重点目标。无人机和俄军的防空部队展开激战，园区内的 Micron JSC 芯片工厂被击中起火。现场画面显示，莫斯科科技园区上空黑烟翻滚，遮天蔽日，庞幅战火就在城市心脏蔓延，而 Micron JSC 公司更是受损严重。视频中，该企业的门楼已经被毁，玻璃也碎了一地，到处是掉落的残骸，并不时传出剧烈的爆炸声。一名安保人员站在远处，目光紧锁着熊熊燃烧的大楼。他本欲冲进火海救援，却在火势汹涌之下被迫驻足，最终选择撤离。令人震惊的不仅是画面本身，更在于 Micron JSC 的战略地位。这家公司不仅是俄罗斯微电子工业的中坚力量，每月可生产5000多万个嵌体，年晶圆销量超过10亿颗，
其在俄罗斯微电子出口中的占比高达50%以上。此外，它还是欧洲规模最大的嵌体与智能标签制造商之一。此次被毁，无疑对俄高科技产业是一记沈重打击。这次攻击还波及了整个埃尔马科技园，俄罗斯推进高科技自主化的重要标志之一。现在整个园区化为废墟，伤亡情况仍在统计中。但攻击并未止步于此。几乎同时，莫斯科北部的杜布纳机械制造厂也遭到多架无人机的空袭。该厂历史可追溯至1939年，是俄国防和航空系统的重要支柱单位，曾在二战期间发挥关键作用。如今，它承担着包括猎户座大型无人机和各型巡航导弹在内的研发与生产任务。现场画面显示，莫斯科科技园区上空黑烟翻滚，遮天蔽日，庞佛战火就在城市心脏蔓延，而 Micron、JSC 公司更是受损严重。视频中，该企业的门楼已经被毁，玻璃也碎了一地，到处是掉落的残骸，并不时传出剧烈的爆炸声。一名安保人员站在远处，目光紧锁着熊熊燃烧的大楼。他本欲冲进火海救援，却在火势汹涌之下被迫驻足，最终选择撤离。前线视频显示，杜布纳工厂同样火光冲天，爆炸接连不断。巨大火球频繁升起，即便是在莫斯科远郊也清晰可见。俄方随后回应称，共击落了42架无人机，但同时承认其中部分残骸坠落，引发了包括科技园与工厂在内的多处火灾。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